人巴菲特投资60年，资产增长6万倍。多少？这不相当于投资1000块赚了5000万呐！老爸，我怎么才能和巴菲特一样啊？他的投资秘诀啊，就是看懂财报。因为巴菲特说过，他不喜欢看花花公子，更喜欢看财报。你体检的时候会看体检报告吧？那肯定啊，血糖血压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呀。财报就是公司的体检报告，看懂了你就知道这家公司赚不赚钱，钱从哪儿来，能不能撑得住了。我看上市公司的财报都好复杂呀，该从哪儿看起啊？其中的4张表就是一个公司的关键体检指标。第一张表就是资产负债表，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就是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完了，给我整不会了。其实很简单，资产负债表啊，就相当于是家底清单。比如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小美，她跟你说啊，她自己有一套800万的房，加一辆100万的车和100万的现金存款。那你觉得小美身家有多少呢？这不加起来都1000万了。但随着交往，你发现啊，她的房车都是贷款买的，一共贷款了650万。那你觉得她实际拥有多少钱呢？那得把负债减了呀，她一共才350万。没错，放到资产负债表里，就相当于她的资产是1000万，负债650万。那么所有者权益也就是净资产是350万。那怎么叫所有者权益啊？因为作为一个公司的净资产啊，应该是属于这个公司的所有者，所以啊叫做所有者权益。那分析公司的重点就不能看这个公司有多少资产，而关键是要看净资产有多少。这个净资产的积累啊，主要就看财报中的综合收益表，也可以理解成啊利润表。利润我知道呀，卖出价减进货价嘛。这个是毛利率，而利润表啊，最终体现的是一个公司的净利润。净利润啊，是等于总收入减退款退货，减食材成本，减运营费用，再减利息啊。综合收益表中会把所有经营的收入和成本都罗列清楚，它看的就是一家公司真实的赚钱情况。但是还有一个比利润更重要的表是现金流量表。利润不就是赚到的现金流吗？那可不一定啊。比如你卖了100万的煎饼，但这其中啊有顾客赊账了80万，虽然利润表上写着赚了100万，但实际啊你只收到了20万现金。所以现金流量表就是记录进来和出去的每一笔钱，这里的钱啊不是只有买卖东西啊。那这个直接在利润表中标注一下不就好了吗？可不是只有经营活动才有现金的流进和流出，现金流量表里啊还包含另外2大类型，一个是融资活动，也就是借钱或者还债产生的现金的流动，还有一个是投资活动，比如你可能花钱开了一家分店，就是现金流出，或者入股了隔壁家的鸡蛋店，赚到的分红就是现金流入。那这个确实和利润表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公司啊，利润表上利润很好看，但现金流是负的，那利润表上的利润就都是纸面上的钱。这种公司啊，迟早会出问题。最后啊，千万别忘了看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啊。刚才不是说所有者权益就是属于股东那部分的意思吗？没错，所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也就是看属于股东的钱都怎么花了，公司是如何处理净利润的，每一分都拿去干什么了，有没有被人啊悄悄给分走。快给我一只股票，我感觉我现在强的可怕呀。但你千万不要忘了，财报上的表格都是数字，而怎么记录这些数字就是会计的艺术了。随手修改一下成本的部分，就能在财报上凭空多出来很多利润啊。怎么的？成本还能随便改的呀？那当然啊，下周回国的贾跃亭就是用的这招骗过了众多的筹资者，炒高股价，最后卷款跑路了呀。Skill 火爆全网，策略是 GN 将是新风口。Skill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老爸，闲鱼上怎么突然有好多舔狗 Skill、前任 Skill、董事会 Skill 的？还有牛马 Skill、同事 Skill， 甚至还有把网红中流程 Skill 的。Skill 啊，就是技能的意思。你知道一个顶级的销售员最值钱的是什么吗？口才或者人脉？是他那套啊经过千锤百炼的话术逻辑，什么时候递烟，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报价，这套东西啊装在他的脑子里，带不走也偷不走。但 Skill 就是把这套东西完整的提炼出来，写成一份极其详细的文档，喂给 AI 就能照着这套逻辑行事了。所以前任 Skill 就是把前任的说话方式提炼出来，让 AI 模拟跟你聊天。对的，舔狗 Skill 啊就是把舔狗的话术逻辑写进去， AI 帮你想啊怎么讨好对象。董事会 Skill 啊就是把高管的决策框架装进去，让 AI 帮你分析商业问题。本质上 Skill 就是人类经验的蒸馏，把人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装进 AI。但我
我写个提示词，直接跟 AI 讲也能做到的呀。但 AI 的记忆是有限的，所以时间一长啊，就很容易忘记你之前提的要求。Skill 就是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 ，AI 每次启动都按这套规矩来，稳定可复用。更厉害的是 Skill 的升级版叫做 Gene， 也就是基因的意思，用最小化的规则限定 AI 单一行为，就像乐高积木，一个 Gene 管一件事，把几十个 Gene 组装起来，就能让 AI 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那后面闲鱼上岂不是都是卖各种舔狗 Gene 的了？感觉后面要是遇事不决，就找闲鱼了呀。你终于发现闲鱼上总会涌现出 AI 的新东西，那你想想，什么样的东西会跑到闲鱼上去卖？突然有大量新的需求，但是在其他地方啊解决不了，就会来闲鱼搜一搜。对啊，你抓到重点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 Cloud 出了一个 Open Cloud 功能，最早啊就是在闲鱼上大规模出现了教程和服务，有很多人赚到钱了，才被媒体争相报道。现在 Cloud 要求实名认证之后啊，闲鱼上也是第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认证服务，感觉闲鱼都变成 AI 新功能的前沿发布会了。因为闲鱼上的人最敏感，一个新技术出来，第一批感知到价值的不是大公司，而是那些嗅觉灵敏的普通人。他们先试完发现能赚钱或者能解决问题，就跑到闲鱼上去卖。有人卖就说明有人需要，有人需要就说明这个方向是真实的。能在闲鱼上跑出2级市场，才是真正有含金量的证明啊。那现在 Gene 还没在闲鱼上大规模出现，是不是说明它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呀？或者说机会还在， Skill 从出现到在闲鱼爆发，中间有一段窗口期。Gene 啊，现在还在技术圈里转，一旦门槛够低，效果够稳定，下一波在闲鱼涌现的就是各种策略式的 Gene 了，什么投资 Gene、谈判 Gene、选品 Gene， 每一个都是一个人把自己最核心的经验蒸馏出来卖钱呢。所以以后在闲鱼上卖的不是二手商品，是二手脑子啊。准确的说是人类智慧的2级市场。 AI 改变的不只是工具，而是经验的流通方式。以前一个顶级销售的方法论啊，只能在公司内部传，现在装进 Skill， 全世界都能通用。验证一个 AI 新方向值不值得跟进，不用看白皮书，先上闲鱼搜一搜，有人卖就值得认真看它。经济持续衰退，多国政府出手刺激经济。经济不好，早该管一管了。老爸，是不是政府一出手，经济就会好了呀？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啊，就算目前经济不好，也总会被市场这个看不见的大手给调节回来。政府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可以了。都扯淡嘛！合着不是这帮经济学家赚不到钱是吧？想知道如何才能走出经济衰退，那必须得先知道经济是因为什么才陷入萧条的。我问你啊，如果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是3%，但房子价格却稳定的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上涨，这个时候你敢不敢借钱买房呢？收益率等于投资回报率减利息，这不就相当于每年躺赚7%吗？那我肯定借呀。没错，除了房子、股票、开店这些投资啊都一样。当所有人都看到投资收益率远高于借钱成本的时候，大家都会疯狂的借钱去买去投资，这样资产价格涨得更快，大家都觉得手里更有钱了。这就是经济繁荣时候发生的事。好怀念经济上行的时候呀。那到底为啥突然就不行了呀？还是因为收益率，因为收益率很高，找银行借钱的人啊越来越多，3%有人借，3.5%还有人借。银行为了多赚钱，就持续的涨利率，利率一涨，投资收益率下降，存钱比投资更划算，市面上的钱就变少了，于是资产开始下跌，企业裁员，员工消费少了，商户生意垮了，又是一轮裁员，这条链子一断啊，整个经济就熄火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该政府出手救经济啊！你别急啊，小幅度的经济衰退也不全是坏事。很多企业在繁荣时期借了很多钱扩张，但经营不善，只是因为钱太好借了才撑着没倒。衰退一来啊，这些僵尸企业纷纷倒闭，资源重新流向效率更高的企业，市场就完成了一次大扫除。而且假设啊，繁荣期一套房子300万你买不起，跌到10万，借钱利息还只有1%，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也太便宜了吧！管它经济好不好，我都要买呀！古典派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经济还没有起色，只是因为资产价格还没有跌到底，只要足够便宜，借贷成本也低，优质资产的收益率啊重新超过利率，自然有人进来投资消费，经济啊自己就会反转，就像弹簧一样，压得越低，弹得越猛。政府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好了。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啊。但1929年美国大萧条啊，古典派说啊，等着就好。美联储也没有下场救市，等了4年，失业率涨到25%，GDP 腰斩，弹簧压下去啊，就没有再弹起来了。资产价格跌够了，不是应该有人来抄底吗？但如果大家认为还会继续跌，就没有人敢抄底，也没有人敢投资，银行也不敢借钱给任何人，因为他害怕收不回贷款，资产价格就这样啊
持续下降。那就再等等呗，跌到底就反弹了呀。但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因为让经济自然调节在通缩螺旋中可能会衰退50年甚至100年。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不能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安慰大家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一点用都没有。我了个豆，等我没了，经济也不会好呀，这肯定不行啊。所以凯恩斯主义认为没人消费的时候，政府就要出来花钱，雇几百万人修路修水坝，央行直接购买资产给价格托底，把钱发出去，商户就有生意了，企业开始招人，经济重新转起来。罗斯福新政就是这套，后来效果也不错。那这不就解决了吗？但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来了，政府还是按照凯恩斯那套继续放水刺激，这次经济没起来，通胀反而失控了，经济不增长，物价和失业率却猛涨，也就是所谓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又被现实打了脸。他怎么又失效了呀？因为凯恩斯只告诉你什么时候出手，没告诉你什么时候收手。政府天然倾向越管越多，没有哪个政府愿意主动踩刹车。日本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一路放水30年，债务涨到 GDP 的260%，可经济却还是半死不活。那经济到底是该管还是不该管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退出。有的时候市场能够自我修复，并不需要干预，但人性撑不到修复的那一天就被迫干预，这样的被迫干预只是把问题给推后了。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有形的手去调节，但下场又会无法及时收手，就形成了资源错配，加重了经济问题。他们经济学家能不能统一一下呀？其实各国政府也在尝试不同的经济政策，日本失去的30年就可以说是一场失败的经济调控案例